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我们这个念佛班，我可以统称为叫这个三世念佛。我们一个人他是有这样一个传承的过程传承的过程。那通常我用这个方法，在正常所谓佛门修炼之中没有。因为今天说我们为世界去念佛，很少有这个境界，觉得我念就不错了，我的认真度是不够，专注度是不够所以他就不够认真。为自己的亲人念佛，他是认真的。那么还有他的真正的道理所在呢？就比如说今天你富有了，今天比如说你40岁，你发财了，你搬到大城市里，搬到大洋房，开着好车，对不对？可是你的老父亲在乡下在受苦，吃饭都困难，对不对？你的孩子呢，你自己的生的孩子呢，又非常的奢侈奢华，不听话，又不好好读书。你看这个三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吧？那为什么不正常呢？未来你的长辈，就是你的老父母，在那受罪的老父母，因为他是把你生出来，再把你伺候着，把你养大的，这是一个无量的功德。你说他费了多少心血啊？当你的这样的生你养你的亲人来诅咒你的时候，你的富贵很快就到头了，你的钱财很快就没有了，甚至还不知道的灾难还在后头等着你呢。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是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你的祖辈在那受苦，可是你在这享受人生，对他们不搭不理，对不对？也不亲不爱，你就会叫遭报应的，叫遭天谴那天要谴你，谴是谴责那天谴的时候，就是一个天谴这个词，可是一个叫做非常可怕的一个词汇对，就可能小命不保就是这样，所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概念，让你生你养你的长辈要能够对你心生欢喜，觉得我这孩子是很好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你才吉祥。因为这样的吉祥呢，可能会导致你的孩子也懂事吉祥。你去孝敬父母了，你的后代也去将来自然就会模仿你们的行为。今天你对父母亲不孝顺，又是打又是骂又是责备，将来他们一样就用这个方法对付你，甚至变本加厉。对，所以我在教化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懂，就是我们成天学佛我要度尽天下苍生，可是对家里的父母亲特别不好，那这叫什么慈悲呢？对不对？这个根本就是胡扯，就是。所以要不懂这个道理，学佛也没有用。学佛第一关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先懂得怎样做人，你才可以去成佛。你是做人的时候像个魔鬼一样，你还能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一切的功德以孝顺为第一。孝顺公婆，所以护法神就护着你你的念了佛号就能超度我，你看看。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孝顺所获得的能量也都是巨大的对，再加上我们将来就是子承父业，代代传承，是不是要能富过三代，这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慈悲优秀的传承，我们才可能吉祥安泰我们才可能够将来这整个家族事业都是吉祥的。对，你当然也才可能将来有可能是开智慧，要觉悟。对，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还有一点呢，我们在这个念佛班之中没有讲说为了我自己念佛，没有教。在佛门学习都是慈悲，都是为了别人念佛，为了别人祈祷，为了别人而做什么事情。当然你现在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在做，这样直接牵连到你自己，你会发心从这一点开始去改变自己，
去究竟自己，之后再慢慢学会了说为我的朋友念佛为我在的这个城市念佛，是为了我这个地区，为了这个国家念佛，最后上升到为了全人类念佛说念佛是绝对的吗？不是，是这个慈悲心，是慈悲心通过念佛，就是你有个心在这里去关注着整个世界的美好，这个才是叫大慈大悲。当有了这样的大慈大悲之后呢，一个人就超脱了，也叫解脱了，是吧？我们多少人受着生活中的种种的灾难麻烦的折磨，对不对？根本跨越不过去，他就需要有人提醒或引导，让自己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我相信我现在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升华和去参透它的能参透了悟到了，你就解脱了。这种解脱是不为自己所得而为了众生的美好。在当今的就特别优质的高校，都是他们在这个招聘学生的时候都是全球最优质的学生当中，在这样第一流的高校，都是要求这个孩子，你在入我的学校之前，你做了哪些社会的公益的事情，你有多少一种理想是为了社会和人类的贡献，为了整个人类的美好而有了一个目的。他要的是这样的学生，对不对？今天一流的高校都是如此。那为什么一流的高校是这样呢？这是全人类最高智慧的殿堂。那么最高智慧的这一群孩子，他一定要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心，将来才能够在人世间做着各种各样的事业，而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谋生。这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平衡让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变得美好，变得和平，对吧？你想你的境界太低，今天你有了权力之后就是贪污贪污，这个国家就惨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当我们的境界整个高了之后，这种无私的心，这种利益众生的心放大了之后，真的是叫做利国利民利众生但是我们自己呢，内心就有幸福的那种美妙会升起。对，所以我教大家这个30念佛法，就是有利于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传承，乃至可以放大到跟我来学习的人，将来都会成为都关注着全世界的安危，都能想帮助全世界的人。每个人都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美好了。不怕今天我们人少，我们慢慢传对不对？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你会影响你的亲戚、同学、子女、朋友，是吧？这个世界慢慢的就会变得更美好。对，所以自己要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和境界，你自然就可以度化别人，成为和你一样的人。对，那世界多好尤其是我们的子女们，将来成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才，对不对？从政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吧？经商的不仅仅是为了钱财，也同样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也有人都觉得经商的有这样的吗？有。当很多的商人，我在阅读到很多那种超级大商人人家的经营理念的时候，有很多根本不是在乎的是说我要赚多少钱。我记得有一年2008年就是美国那个特别著名的网络公司，那个是 Microsoft 是吧？就是我们的中文它叫什么东西？微软那个记者就采访他这个微软的老板那个比尔盖茨先生的时候，就是问他的时候说，先生我昨天看到你们家的股票落了很多个点你们一下50个亿就没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说让我的网络能够服务众生我做好我们最前沿的工作，我还要去救非洲的难民，给他们解决水源问题和厕所卫生问题。你看他关注的是爱整个社会、爱整个地球的这样的事情，他脑子根本不在乎。但是你想，如果投机商呢，说哇，一夜之间50个亿没了，哎呀，主啊，你太不公平了，你怎么对待我的？就怨天尤人啊，是不是啊？暴跳如雷，甚至跳楼。那比尔盖茨先生呢，就是，你股票多少，我的钱多少，这个没关系啊，是不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只管做我的网络怎么能服务众生，带来方便。我还要做我的比尔盖茨基金会，怎么样让非洲人民能够解决卫生问题，解决健康问题。这是当时的，我只是说的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片段。很多位全球的级的大老板都是并没有说因为说我来赚钱这件事儿，好几个就全球的超级企业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早黄掉了，早干不了了。就是因为坚持说我是来利益众生的，来解放这个世界的，所以他的精神支撑到这一点，而不在乎这个股票和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才能得以坚持到100年乃至200年乃至300年，就是这样子。是他精神中的一个高尚的追求，才能使他长命百岁，甚至超过了100岁。这样的企业不容易的。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从佛门讲的这样的这个慈悲的这种心胸，这种传播，这种爱整个世界，爱整个人类，爱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时候，乍接触我，或者是乍一听到我说这句话，觉得好，就是虚无缥缈的吹牛呀。对于我来说不是，我真是要这么做，我也正在一步步的做着。我觉得已经初见成效。多少人因为菩提禅修的修炼而身体好起来。我也对这个世界的，对人类和一切事物的发生的本身已经也告诉你了。在形成石头之前，宇宙就是一股气，形成石头的那些过去就是一股气，再加上一道光，它就变成了石头。不像你想象从土慢慢积压变成了石头，那叫那种沙石。正常那个大石头都不是这么来的，就是刹那间形成的，就是这样的。信不信由你。还有的那个大石头怎么来的呢？就是外星球从宇宙来一个超大的，像1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那个大陨石拼命的撞击地球，形成了超级的爆炸和辐射。比如在那一刹那，一个牛就变成石头牛水就变成水晶，溅出去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小圆点，就后头就变成了宝石，还有那个玛瑙，就是这样。那石头就在刹那间形成，只是放的久了一点，它的质量变得可能更好看一点而已。所以那在形成之前呢，就是一股气。你的肿瘤是这么来的，有的人得了个肿瘤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生了一股气，就有了个肿瘤，知道吗？有的人就是所谓的中风，的吹了一股气，正好你这几天很生气或者疲劳了，吹的地方不对，就把你吹死了。有的就成了偏瘫，生了一股气，躺在地上睡了一觉起来，一身牛皮癣，之前一点都没有。所以很多病本身都是一股气，这股气是邪气，是你心中的烦恼之气升起的时候迎接来的，是疾病的气。所以说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事情，还有疾病，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出来的，还有心中所认知的，这是烦恼。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对它当有不同的心情和看法的时候，一个就是好，一个就是不好，一个是高兴，一个就是生气，或者是一个是
健康，一个是得病，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看待，便带来不同的你的心理感受。但是有个不同的是哈，当你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比如说一股气生出个肿瘤来，很多肿瘤就是生气生的，就是一次，就是这样的。而且生了气之后啊，腰还容易扭伤，还容易摔跤，奇怪吧？你看这个情绪带来很大的问题呢。所以应该说，你跟我学这一点，天天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好吧？我呢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觉得，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很多佛门修行说，我达到世界上最快乐的，我觉得呢，能面对问题，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就算不错了。能够非常的叫自我解脱的法则，自我解脱的法则，能用几个角度看待一件事情，你的烦恼立刻消失。那我还曾经遇到我们一个同修开了个破车，有20年了，他那个车就是这样子，经常他自己要修车，美国车自己在那修。他有一天车打不着火，就很生气，就用脚就踹他的车。我说你越踹，他不就越不走吗？你有什么？真是我生气，因为我早就想换他。我说那你换呢？我挣钱少，所以不能换，我特别的生气，你看那个亚洲移民来，都是买了新车好车。我对于一个老的加拿大人，我还开这个旧车，我特别生气，我就看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那师父，你觉得我有什么解脱的方法吗？我说特别简单，那个送你去缅甸生活1年，他那一定特别好，我肯定乐意去。我说我宁可给你买一张单程机票，对，最后上网查了查之后，第2天告诉我还是先不去，我最近工作太忙了。对，你看我们在缅甸坐的公共车，多少人坐的就是一个货车，货车焊那个铁架子，铁架子顶上的都坐满了人，那个车一拐弯，刹车快一点，人就咕噜下来，多危险啊！咱那人命不值钱了，就是这样。所以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不同角度，你的看法就不同了。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对比式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能解脱烦恼。对，所以呢，我这个念佛班呢，给大家做成这么一个总结我讲的也够明白的了对，希望你能够听得懂，能够受用它。听得懂之后，我们就解脱了。说今天我很生气，好，500年前你在哪里？你不知道。也有人说像个傻子一样说，我在我妈肚子里。500年前哪有你妈呀？你奶奶都没有，你老奶奶也没有。500年以内，你的5代人都没有，知道吗？那已经500年，就是10代、20代、30代都有了，知道吗？平均一代18年，就是这样一代，就是这样子。其实当人这个成为一个人之前其实连股气都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人生这个几十年，你想多活，目前的科学能力让你做不到。用人类这个肉体能多活几百年，就是我们一个正常人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觉得让自己不开心了，我自己生气了有人瞪了我一眼，我不去工作了老板批评我一下，我回到家里关上门不出门了，是吧？煮的饭今天没放盐，2口子打起来了，这都是叫超级没出息的行为人生就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一场过客，
就像那阵风一样，想多停留都不可能，后面的风还推着你往前跑呢，知道吗？就是你想停留都不可能。所以我们都是过客，因为过客的速度太快就是假象，因为速度太快就是假象。那个假就假在速度上。第二个假说本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的绝对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假就像那个电影模仿着拍那个电影一样所以就是一场电影，只是你成为了演员而已，你太投入了，是吧？比如说你生下来是个女孩到最后长大变成个女人，最后结婚了变成人家的老婆媳妇太太，是吧？又弄了很多虚假的东西在对比，人家戴好首饰，穿好衣服，住大房子，买贵首饰，是吧？开始对比了，这是假中之假，根本不靠谱。那最实在的是，第一有房住，第二有饭吃，吃饭还别太讲究，这个就叫比较真实。除此之外的要求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也没必要的，也没必要，知道吗？那今天挖开那过去皇帝的棺材，他就是个人，还不是个神，曾经命令天下，谁敢侵犯他？等他死了，装进棺材埋了。今天盗墓贼来了之后，把他尸体砸个稀巴烂，把他里面的贵重东西全部偷跑，谁管得着？你能把人怎样？都是过客。你觉得曾经我是拥有天下，其实都是叫精神拥有而已，都不会绝对的拥有，知道吗？所以要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不要为小事计较，是吧？你说天天争吵的过一生，多痛苦呀，对不对？就不如看透这个道理，看透这个道理，你肯定就不会执着了嘛。你觉得人生不过一场梦，你就不会为那个柴米油盐去生气，是吧？今天煮饭放的盐少了还有女生说今天我没有好好化浓妆，我就不能出门了这种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好无聊好无聊。在虚假中我们还描述着虚假，这没什么意思了。之前我记得有个女的见面我说她说看我怎么样，我说很漂亮，这是礼节语言。她说我告诉你我还没化妆呢就我心里话，你化了妆也不会太好看的对吧？你不知道这是礼貌语言，你还当真了。她说我还没化妆呢，你们相信吗？你化妆和不化妆有多大差异啊？如果你是只猴，你能把自己化成猪吗？那不可能嘛，对不对？你戴个面罩也不是真猪呀，也就是塑料猪头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透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对很多东西就会放下了。情感更是电影里面的空虚，简直都是骗人的东西情感，我说情感没有说在骗人，但是我说人生都是地球上的过路客，情感是这个虚假之中的虚假，所以也别执着。对，都是就是一场梦而已。我说这些概念不是为了说让你不生活了，不过日子了而是不为那些小事斤斤计较，也不为你认为大事情斤斤计较。你说的大事也不过如此，也不过如此。所以找我来问事儿的男的都是问师傅我怎么找工作，还有我怎么东山再起的。女人找我的都是师傅我要离婚了，或我已经离了怎么办已经离了。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怎么还鼓掌呢？你一个更比一个好你继续再找呀，这不是一条出路。说我的心都死了，我不可能找了。我说很多女人都是这么说的，等一见到她喜欢那个男人的时候，她立刻就疯了，谁的都不听，
说我一定要冲出去，实在不行我私奔，对不对？就来劲儿了，就是啊。所以是离了婚的，请疗好伤，养好自己，锻炼身体，走八卦，好吧？对，一次更比一次好，好吧？哎，还没离婚的就尽量别离，因为第二个不一定比第一个好。那怎么办啊？就是礼物下跪加道歉就解决了，其实很简单的。很多人说这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准备要离婚了，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佛门叫忏悔，对不对？那你呢也忏悔啊，礼物一定要买礼物，对不对？忏悔，道歉啊，还有耍赖啊，一定要这样。为了爱情与婚姻啊，为了孩子的幸福，耍赖就耍赖，耍赖的行为就比玉白菜都值钱啊！这是这个生财的方法，好吧？在自家人面前耍赖，那是智慧；在别人家面前耍赖，那叫流氓啊！对不对？你夫妻之间道个歉，那能叫什么呀？这叫会做事儿，对不对？你到别人家耍赖，能耍流氓吗？叫什么？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像我们当年我们的村长啊，给我们那个有个远房的表哥，这个婚礼上去祝福一样，他喝了酒晕了，喝晕了，提前叫新郎给灌晕了，灌晕了之后，他上来，他说我那发言稿呢？这婚礼祝福有什么呀？他找不着他的发言稿了。他说这么着，我找不着我的台词了，就这么着，就一句话，希望你的婚礼一次更比一次好。我觉得这就是真理。对，很多人说就像换工作一样，说一年换了5份工作，说我增加我的阅历，是吧？我10年离5次婚，我也增加爱情的阅历。那你觉得呢？那一门深入啊，白头偕老，那还是最好的境界啊！你换来换去，这净折腾。白头偕老偕不了老啊，总是看着他不顺眼啊，对不对？俩人就是经常就是摩擦，就是总挑着对方的毛病出来，对不对？男忍能忍，难行能行。对，这就是爱情的真理。白头偕老的真理就是男人能忍，难行能行。明知家有虎，啊，偏在家中行。啊，哎，对，能忍才是大丈夫。其实我就是说，你要结婚的对象本来2个人就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结合到一起之后，你想嘛，有多难呢？你的亲兄弟姐妹，你们的个性是一样吗？你们长大之后去选丈夫、选职业，甚至选党派、选政治，难道是一样的吗？甚至根本就不同，对不对？你在美国、在台湾，经常是那个3兄弟选择的3个党，经常是这样子。一说投票选举了，就开始战争，互相扔酒瓶子啊，扔碗，是吧？就打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提政治，都是好哥们儿，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亲兄弟、亲姐妹都不行，那你和另外一个陌生的男人、女人结了婚之后，他怎么都完全符合你的心意吗？他某方面都符合你的心意，但是有很多的方面和你是有不同的审美和判断的那样的不同，对不对？那就是正常，因为他是人。人有人的智慧，有人的世界观，有人的见地的高度，有时候还有他的情绪啊，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哪怕平时都一样，但是当情绪来了之后就变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让我跟你合作可以，你得让我高兴，高兴什么都可以，不高兴什么都不可以。其实就是这样子，从找对象到这个家庭夫妇能够白头偕老哈，其实一定要学会，就像慈悲心一样，要恭敬、尊重啊，宽容、体贴，对柔软，还要关怀，还要承担，还要经常忏悔啊，还要勤快，
光手勤还不行，手勤我们去经常干活还不行，还经常要适当的还要表现那个语言的勤快，是吧？尤其是男人啊，今天在座很多网友是男士哈，如果你结了婚，你千万往死里你都要记住哈，你可以忘记自己的生日，但是不可以忘记你太太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啊。有女士在网上抛出来，哎呀天哪，他肯定不爱我了，结婚纪念日他都给忘了。对于男人来说不识数，这正常的事儿。他自己几岁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还记得哪天结的婚呢？这是正常，反正婚都结了，干嘛记那日子？对不对？这饭都吃了，谁还背这个锅？就是这个道理。对，其实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对不对？所以是，哎呀天哪，这个结婚纪念日他都没记住。是有歪心吗？他没有歪心，是缺心眼儿，没心，他没这不记数，不但不记结婚纪念日，自己几岁都不记得，他妈生日他都不记得，还说记你们纪念日，记什么纪念？你需要贴大字报一样贴在那儿才可以，是不是啊？所以记性不好的人，在你坐到后头那个门上贴上它，这是纪念日，是不是啊？要这样子，光记在手机里还不够，要这样，好吧？还现在那个智能手机啊，都有那个日历提醒功能，提前写上它，这是结婚纪念日，提前1个礼拜到提前1天都让它报警才行，好吧？结婚纪念日赶快买礼物，是不是啊？买不起贵的，买个小红萝卜也可以啊，对不对？凉拌着吃啊，对，要有个仪式感。其实很多要的不是富贵，是要的一种尊重啊。很多要的不是尊重，要的就是虚伪，因为虚伪给我带来快乐，对不对？所以你还要，你境界高，但是你要配合太太的虚伪才可以。谁让你娶个虚伪的太太啊，对不对？对不起，女士们啊，对于很多虚伪，你也不虚伪就不化妆了嘛，对不对？哎，是吧？这个男女都虚伪，是吧？男士不虚伪的就不用刷牙了，女士不虚伪的哈就不用化妆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你看这人虚不虚伪，你一看有没有化妆和刷牙。就是评判的标准，好吧？那佛法是啥呀？也是佛法都是死亡之后的事儿，死亡之后的事，我现在怎么说你都不知道，死了之后咱俩没法打官司啊，对不对？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活着时候怎么做人啊，你才能叫离苦得乐。多少男人结了婚之后就开始落入痛苦的深渊，对不对？就是不会做丈夫，不懂女人是多么的，不是虚伪哈，不懂女人需要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化妆品啊，生日，你可以忘掉自己的生日，不可以忘掉太太的生日，好吧？最好连丈母娘的都记上啊，哎，要背着。还有很多男人不知道，说丈母娘和老岳父过生日的时候都送什么，上网查一查，提前背下，否则你太太会生气。尤其是他太太有姐妹2、3个的时候，他到了娘家会对比，是不是啊？说大姐夫、二姐夫都买的什么礼物，是不是？人家都拿着大包小包的，都是超级虚伪，很会做人，对不对？你去了之后说就给200块钱塞在红包里头，我告诉你，给200块钱就不如用200块钱或者100块钱或者80块钱买一个大礼包，对不对？啊，有时候都是2颗大白菜那么重，要这样，要一个大礼包。但是很多人他是这样，爱财不爱钱。就分丈母娘贪财的程度，超级狡猾贪财的时候，不看包多大，就看价值多少，对不对？一般的低级的，就是读书不太多的丈母娘呢，就看包袱多大。她不爱钱，你给了一沓钱，1万美金才这么一沓，你说买2颗大白菜那么大，这痛快，我可搂着白菜今晚上可以睡觉了，对不对？对，一板车白菜。对，这个的贪财的丈母娘也分文化境界，对不对？这种读书少的丈母娘好骗啊，不能叫骗啊，让她高兴啊，对不对？因为丈母娘虚伪啊，但是丈母娘虚伪之后，太太也说不定也是虚伪，所以太太过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买大蛋糕，好吧？买大蛋糕啊，要不然你把太太养瘦了之后，丈母娘骂你
好吧？我说的都是经典的部分。对呀，很经典。所以要学佛学什么？就仅仅单纯说死了往哪里去这个事儿，慢慢的学，慢慢的学，咱离死还早着呢啊！你在人间会这么做人了，就切不死呢，因为你不生气呀，那太太不骂你啊，对不对？你至少活个80岁，天天叫这个太太骂的话，这个随时会挂掉的啊！所以要学会做人啊，也知道不一定是太太啊，你家里结婚的那个对象是境界多么高的人啊！你要学会让他开心啊！但是就是越高境界越好打发，越低境界越难对付。高境界的都好说，没事他理解，对不对？哎，低境界的话就死缠烂打。高境界的啥也不做，人家也挺好。你对低境界的，你做错一件就惨了，天就塌了。对。哎，所以我看到这个有人介绍，找对象的，说这个男女呢已经见了6、7回面了，说都老大不小，都超过30岁了，都超过30岁了，就在温哥华。哎，师父，我们一起帮着见个面哈。那家女方的那个和我都是老关系，帮我们看看那个未来的姑爷怎么样。哎，到了现场了，哎，那个姑爷呢也带着他妈来了。啊，女方的带着爸妈，还带着我这个师傅一起做这个咖啡店，啊，不敢吭声啊，不知说错了哪里，不知道，哎，俩人一开始都客套，双方都客套，啊，结果女方的妈妈先说话了，我闺女在我们家是公主，男方的就他就说我家是王子，就让我家那个没敢说，就憋回去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声明，我们家公主呢，假设和你们家儿子成亲的话，她不能干家务啊，因为她是我们家公主，到你们家不能受气，嫁过去当太太去了。但是我们没有说要洗碗、做饭啊、倒垃圾、做卫生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做啊。最后男方的这个妈妈说：“那谁做呢？那还用说呀？你看你儿子是不是啊？虽然有点瘦，还是有肌肉，应该说让他做嘛。”男方的老爸气得在那哆嗦啊。最后我真是忍不住说话了，我说你们别结婚了啊！你们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到那个知识，就是资本家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你们这哪叫婚姻呢？是不是啊？那根本就是2种阶级凑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啊？人家凭什么伺候你家闺女啊？你家闺女这样能找到人家能嫁了吗？你给谁说的时候谁敢娶啊？我这么大胆的说，女方的这个妈就愣了，想着哎，你这什么人，胆大包天的说我闺女？我是告诉你，你自己想想，你给谁家那么说，谁敢娶你闺女？你家闺女那么宝贝的话，我看很难再找这个男人。这个女孩就说：“我同意师父所说的，我就根本就反对我妈这些强行的要求。我在我们家是公主，人家也是王子呢，对不对？是吧？公主嫁王子不是正好吗？对不对？我们俩谁洗碗做饭，是我们2个都是相互情愿的事情。对，反而这个年轻人懂道理啊。完了就说，哎。”这个叔叔阿姨师傅你们都别生气，我妈没文化，别跟她一样见识。哎呀，我说真是一个智慧的姑娘啊！说你们谈吧，我们拉车走了。哦，痛快啊！他妈弄个大红脸，哎呀，但是还是很聪明的。哎呀，亲家那个，其实谁家都爱自己的孩子哈，掌上明珠，生怕受了罪。对方亲家赶快就说：“我们怎么会这样让他受罪呢？是不是啊？这姑娘又这么漂亮，又这么贤惠，我们都是主动来干这个活的，让我儿子多干，要不然我们老2口过去伺候他们啊！哎，你看，最后一说还是可以了，后来就结婚了。哎，我们再也不问谁做饭谁洗碗的事情，人家2个幸福着呢，是吧？
所以啊，哎呀，这个做人哈，这个通常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吃饱了没事干，总能编出一些让自己烦恼、让他人愤恨的事情啊，就这些可恨的老妈妈啊。总能想出一些损招来折磨自己的闺女，折磨对方，这个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学佛先学明白做人，先能够利益你周围的人啊。结婚本身也是个菩萨行为，要去爱对方，就要去宽容、包容啊，去帮助他，去理解，去体贴，去爱护，去奉献，对不对？要去这样才可以，你才是一种结合呀，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干脆上擂台打算了，就是那哪是结婚的对象，那俩仇人呐，那是要竞争比武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更没想通这个道理。我们人生的2大最痛苦，在当代这个时代哈，一个是工作与事业选择上的痛苦，第2个就是情感婚姻啊，往往情感婚姻的痛苦远远还多于事业上的痛苦。所以希望要学会做人做事，不要做那些无聊的让自己和他人都烦恼痛苦的事情，就是解脱，好吧？解脱就不会麻烦神佛来帮你。等自己把这个婚姻搞砸了，说哎呀佛呀，你这20年前我还上过一炷香呢，怎么让我离婚了？这不是让你离婚，都是你自己糟吧的，对不对？整天在这个房子里，今天抽掉一块砖，明天卸掉一个门，是吧？大后天卸掉一个窗户，它能不烂掉吗？所以通常的时候，你没有去维护它、保养它，都是在破坏它。到有一天走上离婚的那一刹那的时候，说哎，对方忘恩负义，你会盲目的说这一句，其实你内心自己要知道。所以要学会做人，你先学好让自己少了痛苦，是不是啊？让和你周围的人都感觉因为你的存在而幸福，我觉得你就是活菩萨，你这个学佛哈就算学到家了，好吧？这是最了不起的。哎，很多人根本不会做人，说我成了罗汉，今天上了天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都不会说人话，不会做人事，内心哪有真正的慈悲与善良呢？怎么能成就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学佛，只是我们学的就比较现实而已。学会做人，为你的亲人念佛，为你的邻居同学念佛啊，还有为全世界的众生念佛，你就真正的解脱了。对，你的疾病立刻就淡化了，消失了啊，或者是很快就会消失。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念佛。南无观世音菩萨。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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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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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无观世音菩萨，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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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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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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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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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观世音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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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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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
音菩萨，南无观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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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菩萨，南无观
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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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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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现在我们开始收功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
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而且这个班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课啊，我不想再啰嗦了啊，大家听懂了就好，抽空多听2遍，去感悟一下，希望有点启发。听懂我这番话，你几乎人生多数的烦恼都会消失。哎，好，那这个希望大家呢，都是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觉悟的人生，还有呢，慈悲善良的心。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